什么麦克马洪线等等等等，就是英国人发神经病了，拿张纸拿个笔哗嗒一画，就说这就是中国印度的边界线，还得了啊？那我也可以画一个呀。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文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中国要掌握谈判的主动权。那今天我就把这篇文章的意思跟大家唠唠啊。话说，就是你们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比方说，你跟这个邻居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起来了。那或者是说你在单位里跟这个同事因为工作上的事杠上了，但是明明你很占理结果呢，到最后你反倒成了那个不停的解释、不停澄清的人哎呦，感觉自己老是被对方这个牵着鼻子走憋屈死了这明明是这个对方先挑的事儿，结果呢，你忙活了半天跟这个救火队员似的到处灭火，累死累活的哎喂，对了就是这种感觉。今天咱们就把这种感觉放大100倍。放到咱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棋盘上，好好给说道。咱们中国在这个国际上是不是有时候也太像个老实疙瘩了？人家说啥就是啥呀？咱们是不是也该学怎么主动支棱起来，把这个话筒从别人的手里面给抢过来，让别人也听听咱的声音。首先咱得把这个话说清楚咱们中国文化里那可是有传统的。啥传统呢？就是后发制人。这词儿听着挺高大上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咱不主动惹事儿，但事儿来了，咱们也绝对不怕事儿。咱从不主动去挑衅谁，不打第一枪。从这个角度来说咱觉得是国际社会上负责任的大国是那种在班级里不欺负同学，还主动帮着打扫卫生的3好学生。这一点全世界都是看在眼里心里门清你看不管出了啥事咱都是第一时间想的都是什么和平解决啦，坐下来好好谈啦。哎呦喂，这就是一种定力一种自信，更是一种大智慧。毕竟你只有心里真正强大的人才不屑于像个泼妇骂街似的到处挑事，对吧？但是就怕这个但是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这个但是。你们瞅瞅就是回顾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中国跟别的国家发生过各种争端，无论是跟谁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对方先来拱火，先来挑事然后咱们才开始应付。咱是不是每一步都得看着对方出啥牌，咱才决定怎么接招？其实这就好比是下棋咱总是等这个对方先走，咱们在想着怎么防守反击，哎呦，这多被动我就想这种模式是不是啥时候都管用是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咱都只能这么被动挨打老是当老实人，有时候真的会被人欺负到头上。咱先来唠唠印度说到这个印度嘛，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咱们那个隔壁邻居。这个邻居有时候不太安分咱把时间倒回到1962年那会儿这个印度可没少在中国边境上搞小动作，一直在主动挑衅就跟这个熊孩子似的，这一天不闹腾浑身就难受那时候咱们中国刚成立没多久，百废待兴，穷的叮当响。哎呦，是真不想打仗咱们的这个周总理那是真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亲自飞到这个印度去，跟当时这个印度总理尼赫鲁那是苦口婆心掏心掏肺的讲道理，说这个中国和印度是好邻居应该和平共处，应该搞好关系。结果呢，这个人家尼赫鲁根本就不听你的，他心里想的是啥？哼，我背后有老美老苏这2个世界警察给我撑腰，我怕你个穷光蛋这底气足的不得了完全是油盐不进就跟这个茅坑里的石头一样，这是又臭又硬。好，重点来了在这种被动的局面下你们看咱们这个周总理是怎么做的？他去这个印度表面上看是去解释，是去谈判，是被动的一方，但实际上他玩了一招非常高明的主动出击。他没有一头扎进这条边界线是你对还是我对的口水仗里，而是主动设置了一个全新的议题。这个议题叫啥？叫友谊。你看看这招多高明就是你要跟我谈战争，我就跟你谈友谊；你要跟我白纸那几块地的归属，我就跟你谈2国人民的1000年友谊。这一下那就把格局打开了这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不是咱中国不讲道理是你这个印度咄咄逼人，蛮横无理，简直就是个搅屎棍这么一来咱就在这个道义上就站住了脚，这就给咱们后来的这个自卫反击提供了非常充足的理由。所以当那一仗打响咱干净利索把印度揍得鼻青脸肿之后，你猜怎么着？原先给印度撑腰的老美和老苏反而都闭嘴了
世界舆论嘴上可能不说，但心里面都明白啊，是这个印度啊自己作死，被打也是活该啊。所以你看啊，咱那一次打赢了，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啊，更是舆论上的胜利。咱们呀没因此遭到多少国际压力，反而赢得了不少尊重啊。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主动设置议题的经典案例，在被动的防守中啊打出了一记漂亮的主动拳，直接把印度给打懵了。当然啊，这个印度心里啊一直不服气啊，觉得丢了面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他觉得机会又来了。为啥呢？因为这个老美啊搞了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在咱们家门口啊拉一帮小弟啊，搞个包围圈，围堵咱们中国。这印度一听啊，乐坏了呀，心想啊，哟，我这回又能抱上老美的大腿了呀，可以借这个老美的力量，再来边境上占点便宜，扬眉吐气吧。所以你看啊，这几年他又开始不安分了，这个小动作不断呀，就跟那个癞蛤蟆似的，总想吃天鹅肉啊。但是呢，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当年的中国了，他几次挑衅都没占到啥便宜，反倒自己碰了一鼻子灰，这灰头土脸的呀，心里那股气啊，那是越憋越足啊，总想搞个大新闻，来个大爆发。这一次啊，咱们也想过再跟他讲友谊，这苦口婆心的劝他回头是岸，但时过境迁啊，世界格局都变了，这招啊明显不好使了。这印度啊已经把自己深深的绑在了老美的战车上，你再跟他讲友谊啊，他会觉得你是不是怕了呀，是不是在示弱啊，反而更加的嚣张跋扈。那咋办呢？总不能老是让他出招咱接招吧？啊，这多憋屈啊！这时候高志凯先生他出了一个主意，我听了之后啊，简直是拍案叫绝，直呼妙啊！他说：“你看啊，这个印度不是天天抱着那条麦克马红线不放吗？那条线是啥玩意儿呢？就是当年英国殖民者拿着笔在这个地图上随便那么一画，咱们中国历届政府从民国到新中国谁都没有承认过，就跟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啊，随便画条线就当真了。”好，既然你印度可以把别人随便画的一条线啊，当做向咱发难的依据，那按照他这个逻辑啊，咱是不是也可以随便画一条线啊？我本人啊，还有国内的学者啊，还有国内的有关部门，应该跟英国人讲一句话，讲到点子上，说印度啊，你要拿原来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者的一支笔一张纸就画出来的，根本没有跟我们中国人商量，也没有跟我们中国人确认，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承认的这一条线作为中国印度的边界，那你是痴心妄想。这个问题不是你造成的，是英国人造成的，谁造成的你去找谁算账，是吧？什么麦克马红线等等等等，就是英国人发神经病了，拿张纸拿个笔哗嗒一画，就说这就是中国印度的边界线，还得了啊？那我也可以画一个呀，我也可以把整个恒河地区什么的都画成张三李四的领土，你答应吗？你也不答应啊。所以呢，要跟印度人说，你别抱着英国人给你留下的这些虚假承诺，就把它奉为真理。我甚至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真的说一句话，中国不承认当年英属印度政府单方面的画出的任何的非法的边界线。到时候了，我们中国应该说这句话吧，不然的话你老跟印度人扯在一块扯，中国人跟印度人闹矛盾，然后互相消耗等等等等，我们都被英国印度殖民地设的圈套我们掉进去了。咱们提出啊，这个恒河以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你琢磨琢磨这一招啊，咱是真想要恒河以北的土地吗？当然不是啊，咱提的这个议题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不是不讲道理吗？你不是拿一个毫无根据的东西来找茬吗？行啊，那我就用你的逻辑给你玩个更大的，看谁更无赖。你印度政府听了肯定得跳脚啊，得暴怒啊，指着鼻子骂咱们不要脸啊。但是你跳脚也没用啊，是你先不讲道理的呀。你凭啥说英国人画条线就是神圣的，那咱们中国人画条线就是胡闹啊？这不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赤裸裸的歧视啊！这一招就是典型的主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目的啊不是为了争取抢地，而是为了打乱你的节奏，把你从进攻方啊瞬间变成防守方，让你也尝尝啊天天跑出去澄清啊、解释啊、抗议的滋味，让你也体验一下被这个全世界围观的尴尬。让你那个什么麦克马红线的议题啊，在国际上变得荒唐可笑，成为一个笑柄，这期不就盘活了吗？说完了印度啊，咱们再唠唠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老美啊。
尤其是前几年跟这个老美政府打交道的那些日子啊，那真叫一个精彩哦，简直是一部大型连续剧啊，每天都有新剧情。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老美政府啊，特别是川普啊，那绝对是主动设置议题的顶尖高手，简直就是个议题制造机。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啥事实啊，他只讲对他有利的故事，怎么忽悠人怎么来。那举个例子啊，那时候这个中国和老美不是在搞贸易谈判嘛？哎呦，想好好谈谈呀，争取合作共赢。在日内瓦谈完一次，咱这边官方的发布一般都是比较严谨简短，力求客观公正。结果呢，这个特朗普那边的大嘴巴可闲不住啊，他马上就跳出来跟这个全世界宣布啊，我们跟中国谈妥了，稀土问题解决了，中国同意向我们出口稀土了，我们赢了。哎，你看啊，他这话一出，咱们就很被动了。咱到底同意了没有？如果咱们说同意了啊，那不就等于承认了他的说法，承认咱们输了吗？那如果咱们说没同意，那他就马上出来反咬一口啊，说咱们破坏了协议，不讲信用，是个骗子，然后为他下一步对咱下黑手啊，比如搞个啥卡脖子的新招数啊，找到了借口啊，简直就是个阴谋家呀。这还不算完啊，后来在这个伦敦又谈了一次，本来以为啊能有个好结果，这结果啊，这个川普又开始了他的表演呀，就跟那个马戏团的小丑似的呀。他说这个稀土问题又搞定了，这次是中国同意用稀土来换取我们老美啊允许中国的学生来留学，哎，我们又赢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说法啊，真是气笑了呀！这明显就是在撒谎啊！这稀土是啥？那是战略资源，是宝贝疙瘩呀！留学生来读书，那是一个正常的教育交流，那是互惠互利的好事儿。这两件事完全就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东西，怎么可能拿来做交换啊？这就好比啊，你拿一栋豪华别墅去跟别人换一辆破自行车，然后你还到处跟别人炫耀说啊，你看我多会做生意啊，我赚大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吉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呀！可问题是啊，他就敢这么说，他把这两件风马不相及的事情啊，硬是捆绑在一起，主动设置了一个议题啊，忽悠全世界。这个议题的核心就是啊，我又赢了中国一次，哎呦，我太厉害了。而咱这边呢，谈判完了，发了一个简短的消息，说双方达成了框架协议。你看咱们这个用词多严谨多克制啊，多么滴水不漏啊！啥叫框架协议？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坐下来画了一个框框，那至于这个框框里面要填什么内容，甚至下一步还谈不谈这些细节，通通都没有，啥也没定。这其实就说明啊，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谈崩了。但我有理由认为啊，正是因为这个谈判不顺利啊，川普才更要跳出来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如果说这个谈判结果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啊，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把这个协议内容公布出来啊，哎，让大家看看他是怎么赢的呀，让全世界都羡慕他呀。但他没有哦，他选择用撒谎的方式来引导国际舆论，欺骗全世界。为啥呀？因为他需要安慰老美国内的民众啊，告诉他们哟，你们的总统很厉害，我又把中国给收拾了，你们就等着享福吧。同时啊，他又给咱们挖了一个坑，埋伏好了。如果将来啊，咱们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向这个老美出口稀土，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咱啊，你看啊，这个中国他又不遵守伦敦协议了啊，是个骗子。所以朋友们啊，你们看到了没有？在和老美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时啊，你光是老实诚恳那是远远不够的，你越是想息事宁人，把这个结果往好的方面说，对方啊就越是得寸进尺，利用你的克制来为自己谋利，来给你泼脏水，简直就是个无赖啊！所以在这个中国和老美的贸易战啊这样的斗争中啊，咱们也必须学会主动设置议题，不能总是被动挨打。这就算是没有新的议题啊，当这个川普在那边胡说八道的时候，咱们就要第一时间的站出来啊，不是简单的澄清啊，而是要反过来指责他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不负责任的胡说，破坏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个不讲信用的骗子。咱们要把这个川普是个骗子这个议题啊给打出去，让这个全世界都来议论，让全世界都看清他的真面目。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一个咱最核心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了。哎，我们都知道这个老美啊，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一直都在玩切香肠的战术啊，那是一点一点碰触咱们的底线，就跟那个小偷似的，一点一点的偷东西啊。其中最严重的一条就是军事介入，赤裸裸的挑衅啊。这明眼人都知道啊，老美在这个台湾啊，至少驻有大几百名美军，这已经不是啥秘密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那好，问题来了，按照这个国际法啊，
也按照咱们的相关法律啊，外国军队未经允许驻扎在咱的领土上，这叫啥？这就是入侵。这在法理上毫无疑问的铁证如山啊。可是咱为啥不大声的、反复的在所有国际场合去指责老美，事实上已经入侵了中国呢？咱为啥不把这个美军滚出某个岛屿这个议题变成一个国际热点，让全世界都关注这个问题呢？我知道这里面的博弈是非常复杂的，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极高的战略智慧，不能轻举妄动。咱们可能是在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一击必中。但是我也在想咱这种沉默和克制那会不会说，在这个某种程度上也会让对方觉得咱们软弱可欺，觉得咱们不敢动真格的，让这个老美和岛内一些势力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去改变所谓的现状，来挑战咱们的底线咱是不是得把这个议题主动抛出来？一个声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它为什么可以公然派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这合不合法？合不合理？让美国也来尝尝放在聚光灯下被全世界质问的滋味，看他怎么狡辩。唠了这么多其实核心的思想就一个那就是咱中国真的要学会主动设置议题，要学会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说白了就是要咱们完成一个转变，从一个强大的棋子转变为一个运筹帷幄的棋手，掌握这个主动权，掌控全局。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考验的不仅仅是咱们的实力，更是咱们的智慧，咱们的胆识。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大家觉得这个文章的这个理念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